大家好，我係九叔，今日要講嘅係震撼全世界嘅傑尼斯事務所解體事件。各位 J 家 fans 真係非常之可惜啦，要同青春講晒咗啦啦。呢間雄霸日本娛樂圈61年，捧紅咗木村拓哉、山下智久等等 N 個男神，無數天團嘅造星夢工場。喺 J 家親口證實創辦人強尼喜多川性醜聞屬實後，大家見證咗歷史。呢場燃燒咗足足大半年嘅風波，以 J 家解體形式落幕。社名を変更いたします。呢條片會完整講述翻 J 家解體經過，亦都會分析一下 J 家嚟緊嘅佈局。我哋除咗講日本熱門話題之外呢，定時都會有旅遊片出㗎，希望大家鼓勵下我哋，免費訂閱之餘撳埋個鐘仔啦。成也強尼，敗也強尼。J 家之所以玩完，源於創辦人強尼喜多川嘅性醜聞。強尼喜多川公認係日本娛樂圈嘅教父，原名叫喜多川匡，1931年出生於美國洛杉磯。爸爸呢就係日本佛教高野山美國別院嘅第3代主持。由於強尼高中畢業之後呢，亦都曾經喺美國劇場做過舞台經理。喺回流日本讀大學時期，亦都積極參與，亦都組織非常多藝能活動，為佢日後專營藝人管理同埋培訓積累咗唔少嘅經驗。一開始嘅 Johnny's 其實係一支1960年初期由佢所組織嘅少年棒球隊，因為某一日落大雨冇得訓練嘅關係，強尼就帶咗其中4個隊員去戲院睇美國經典嘅歌舞片《西城故事》。令佢留下咗深刻嘅印象，決定進軍娛樂圈。喺1962年嘅4月，喺棒球隊挑選咗4名少年，組成咗初代傑尼斯。同年6月成立傑尼斯事務所。但真正幫佢娛樂事業起步，一定同佢嘅粒粒大孖沙人物關係有關，亦驗證出嚟撈嘢識人好過識字呢個道理。我嘅網絡同人脈多到連一個都知唔晒。強尼早喺1950年，因為日本一代歌姬尾空雲雀喺 LA 度演出，會場呢就咁啱揀咗強尼爸爸管理嘅東本願子洛杉磯別院，負責舞台管理工作。強尼就咁就認識到尾空雲雀同埋佢嘅金牌經理人川田晴久，亦得到川田嘅賞識，成為佢往後進軍日本娛樂圈嘅契機。而剛剛提到嘅業餘棒球隊其中一位贊助商呢，就係日本摔角之父力道山。傑尼斯事務所成立啦，亦係得到當時日本娛樂圈呼風喚雨嘅渡邊俊所經營嘅渡邊製作所提攜噶，屬於渡邊製作嘅業務關聯公司。主要業務呢就係幫渡邊製作培訓藝人，直至1975年嘅1月，傑尼斯先算係真正獨立註冊有限公司。雖然 J 家嘅起步較渡邊製作為遲，但傑尼斯喺1970年代初期，先後有強尼嘅姐姐藤島麻里太子喺渡邊製作挖角嘅白波賴傑加入管理層，前者負責日常嘅運營，後者呢就超級擅長同傳媒打交道。強尼自己就着力藝人培訓，組成咗長期稱霸日語界嘅 J 家3大核心。傑尼斯踏入80年代就有 Machi 近藤真彥、少年隊，仲有踩住滾軸溜冰鞋夾雜雜技表演而紅極一時嘅江 Kenji， 一早已經完全超車渡邊製作，獨霸日語圈。90年代接棒就有 SMAP、V6、Kenny Kings、關八、阿拉士、龍與翼多不勝數，喺音樂、日劇、電影、綜藝主持，可以話全方位橫掃日語界。當中唔少都係大家熟悉、出道紅到而家嘅長青天團。J 家之所以不斷有新血承先啟後，成為日本第一造星集團，好大程度歸功於強尼喺1973年成立小傑尼斯。起初小傑尼斯只係70年代 J 家當紅偶像向如美 Four Lips 嘅伴舞團體，直至80年代慢慢演變成一種沿用至今嘅青訓制度。小傑尼斯成員由強尼親自審查簡歷，再通過選拔活動先可以入社接受各方面嘅藝能培訓。公司亦都會安排登台表演，累積舞台經驗。要喺小傑尼斯畢業正式出道成為偶像呢，唯一嘅指標就係強尼批准出碟，成立自己專屬嘅 fans club。
當中啦都有一啲主力喺演藝而非歌藝嘅藝人，未出碟呢，就喺小傑尼斯畢業嘅例子，例如山田斗真、長谷川純等等。咁有冇例子可以簡單說明強尼嘅成就有幾誇張呢？咁不如用健力士世界紀錄去答大家啦。強尼個人有2項認證嘅，包括係世界上製作演唱會最多嘅人，同埋世界上製作最多冠軍單曲嘅人。當然佢所達成前無古人嘅成就呢，亦都遠遠抵消唔到佢所犯下嘅罪孽。過去幾十年，日本媒體一直有零零星星報道過強尼有戀童癖，對旗下練習生有猥瑣行為。但呢類型對強尼不利嘅報道呢，往往好快就平息，掀唔起半分嘅漣漪。而最轟動一次，亦係唯一一次，就係1999年發生嘅文春事件。日媒界八卦爆料之神，有文春炮外號嘅周刊文春爆料 J 家剝削員工食用心，侵害人權。當中最為爆炸呢，就係訪問咗12位練習生，當中10位就指控曾經被強尼侵犯過。報道出街，當然令 J 家扯晒火啦，立即起訴周刊文春損害名譽，雙方對簿公堂。歷時4年嘅訴訟，2位練習生亦都有出庭作證。最終日本最終法院咧喺2004年駁回周刊文春嘅2審上訴，裁定報道主要嘅內容屬實，只係輕輕地罰咗文春120萬日元就 close file 啦。法庭嘅判決其實早已經將強尼嘅惡行公諸於世，但喺冇其他日本媒體跟進，實行冷處理之下，事件亦好快冷卻落嚟。事件後 J 家同文春成為仇家， J 家將文春列入拒絕採訪黑名單，而文春呢就經常追擊 J 家藝人爆料，衰喺佢手上嘅 J 家藝人名單真係水蛇春咁長噶。直至2015年 J 家女帝藤島麻里太子因為 J 家繼承人同埋山頭文化問題，破天荒接受文春專訪，出現經典嘅傑尼斯女帝憤怒獨白5小時事件。據描述就咁講嘅，佢當住一手捧紅 SMAP 喺 J 家聲望非常高嘅飯島三字面前，指明自己女女藤島茉莉景子就係繼任人，仲同佢講，如果你要搞對立嘅話，就帶埋 SMAP 今日喺度躝出去。以後都唔想再見到你啊！從事件呢，大家都係睇到 J 家強硬嘅管理手腕。一隻馬有鬥心，向前衝係啱，但唔好做隻脫韁嘅野馬。之後，飯島喺2016年1月12日離職 ，SMAP 呢就喺同年嘅12月31號正式解散。稻垣五郎、早見剛同埋香取慎吾唔續約 J 家之後，就簽咗俾飯島三子開設嘅經理人公司啦。大家覺得 SMAP 嘅解散同飯島離職有冇直接關係呢？喺上年嘅11月，超過200萬 follower 喺 X 專門做時事速報嘅龍澤卡呢蘇同埋前 J 家練習生岡本卡開始持續告發強尼喜多川嘅性侵醜聞，掀起咗一部分日本網民嘅熱烈討論。但由於當時仍然係冇主流媒體跟進事件，未引起日本社會嘅廣泛關注。去到今年3月 ，BBC 播出紀錄片《捕食者：日本流行樂壇的秘密醜聞》，投下咗一記震撼彈，揭露強尼喜多川長年性侵旗下男藝人嘅醜聞。呢條紀錄片一出 ，J 家呢個不能算的秘密立即升級至國際層面。喺4月12日，岡本卡舉行咗記者會，公開指控強尼喜多川嘅性侵惡行，要求 J 家承認事實，去呼籲受害者要勇敢企出嚟發聲，亦希望透過今次嘅記者會，令到更多海外媒體去報道真相。岡本認為，如果當年有傳媒去大肆報道真相，佢根本就唔會選擇加入 J 家。岡本喺2012年加入 J 家做練習生，同期練習生就有前 King and Peace 成員平野紫耀、舞台劇演員福澤友。同期戰友嘅演藝成就相比，岡本嘅演藝生涯咧可以話冇亮點可言噶。可以攞出嚟講呢，只係同平野紫耀、岩崎玄樹同埋神宮寺勇太一齊組成個 Sexy Boys 幫 Sexy 松伴個舞啦。
亦都拍過 Akira 版日劇 GTO 第2季，飾演其中一位學生。同劇亦都有另一位 J 家嘅藝人，就係 Sexy Zone 嘅谷川風磨。論演藝成就，岡本同以上提過任何一位呢，點解冇人識你啊？都係冇得比噶。最終喺2016年離巢之後，簽咗一間叫做 Starbase 嘅溫型唱片公司，同其他離巢嘅小傑尼斯組成咗4人組合 Antimate。喺2017年叫做出嗰隻碟叫做 Vision 咁大把啦。跟住佢就深潛咗好幾年噶啦，直至上年2022年先上翻水。作為獨立歌手喺 YouTube 度出下歌。睇翻佢 MV 嘅製作啦，製作成本望落去都唔嘢少噶。作為第一個公開指控強尼喜多川性侵嘅藝人，岡本卡嘅指控震驚日本全社會，但亦都有大批 J 家粉絲批評佢係一個騙子，因為係 J 家唔能夠出道，心生怨恨，老作博出位增加自己知名度，等佢所經營嘅 YouTube channel、TikTok 付費 fans 級等可以增加訂閱，亦都非常不似去拉埋同期嘅平野紫耀落水。話佢哋兩個曾經喺名古屋某個酒店被強尼喜多川侵犯，此後亦都有 J 家粉絲羅列佢講過嘅大話，包括岡本喺2023年3月11日出咗個 post， 內容就指被 J 家起訴，佢只係講真話啫，想大家出力幫下手，但附上嘅連結呢，原來係 Yahoo 311嘅檢索 page 嚟嘅。當然網民冇任何嘅損失啦，但佢呢種做法呢，就明顯喺度諗法一班網民啦。另一件事就係岡本講過，如果佢冇退出 J 家呢，佢就會係 King and Peace 嘅 C 位嚟嘅。佢冇選擇出道，揀咗退出。網民就揾翻 King and Peace 出道之前嘅一張 poster， 大家見到岡本嘅企位啦，心水清都知，如果有心捧你嘅話，你邊有可能企呢個位置呢？哦，睇到啦，哇，好骨子喎！無論點都好啦，隨住岡本企出嚟指控當時已經離世嘅強尼喜多川落幸，亦開始有受害者一個接一個企出嚟公開發聲，包括前小傑尼斯成員橋田康同埋二本樹顯理，肯開名嘅藝人呢，或者前藝人，當時人數並唔算多噶，但由於事件引起咗國際關注，日媒亦都一反常態日報夜報相關嘅新聞，就連 J 家嘅 fans 啊，亦都頂唔住發起咗聯署。集合超過16000個簽名，要求 J 家調查並且交代事件。眼見冷處理搞唔掂，火頭越燒越多，越燒就越旺。持有 J 家100% 股份時任社長藤島茉莉景子就拍片回應事件，解釋翻點解 J 家咁遲先作出回應。係因為議題比較敏感，需要諮詢法律同埋心理專家嘅意見，同埋對引發起社會騷動，亦令到一班 J 粉失望而致歉噶。至於大眾關注嘅強尼喜多川性犯罪方面呢，喺影片度就冇交代過任何嘢啦，只係透過書面公告作出回應。佢就話唔否認強尼喜多川性犯罪嘅問題存在，無論公司或者個人都認為呢種行為不能夠原諒噶。但強尼喜多川已經離世啦，好難去驗證係唔係事實，希望社會大眾能夠理解。佢亦都提到啦，佢同受害者岡本卡見過面，承諾會喺專業人士指導下推動一連串嘅措施，防止同樣事情發生。另一方面就係大眾非常之關心，作為強尼喜多川外甥女係咪知情嘅呢？公告入邊佢就話自己完全唔知情。因為 J 家喺個舅父強尼喜多川同埋媽媽藤島麻里太子在位嘅時候，兩姊弟獨攬大權，即使佢作為董事，亦都冇權對公司嘅管理發表任何意見。我反對。公司亦都從來唔會開董事會議，所以係冇任何人知道公司任何重要嘅資訊同埋情報。佢都首次回應翻1999年文春事件啦。佢就話藤島麻里太子當時係堅信個報道只係老作煲水嘅新聞，而強尼喜多川呢就強烈否認一切指控。當時 J 家嘅處理方法呢，就係請求強尼喜多川唔好再做一啲令人誤會嘅行為。咁藤島茉莉景子就承認啦，當時自己冇提出意見，係嚴重失職嘅。你哋話我啊，話我啦，話我啦，我冇問題噶，我冇問題。日本社會各界其實對 J 家回應係一律唔收貨噶，我就統合咗一啲比較大佬嘅睇法。
根本就係見到條 BBC 紀錄片出咗街，件事一發不可收拾先做嘢啫嘛。好多受害者都話係經事務所送佢哋去強尼喜多村住嘅屋企啊，同埋酒店套房噶嘛。咁好明顯係有組織係幫佢犯罪啦。我唔想司機工作人員全部唔知情啊。佢要成立第三方委員會係因為有人唔希望牽涉今次事件參與聽證喎，咁根本係身有屎啦。總之唔該啊。喂，貴鼠鼠，你身有屎啊？中啊！當時 J 家俾人鬧得最勁呢，就係拒絕成立第三方獨立調查委員會。最終係5月26日 ，J 家宣布成立外部專家防止再發特別小組，揾嚟前檢視總長銜頭多到不得了、名望極高嘅林真琴坐鎮組長，仲有前東京都醫學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飛鳥井望。小組就會就強尼喜多村性侵事件進行內部調查，同埋制定或建議防止再次發生同類事件嘅措施。直至8月29日調查結果出爐之前 ，J 家基本上係沉默是金，冇任何嘅動作噶。而廣告商、電視台方面呢，就普遍採取拖字訣，未有同 J 家割席。而受害者方面行動亦逐漸升級，就喺 J 家宣布成立防止再發特別小組同一日，橋田康就舉行記者會，係質疑藤島茉莉景子話自己對強尼喜多村性侵一事完全唔知情，係講大話，因為 J 家內部一直有呢一個傳聞。喺5月31日，事件鬧上日本國會，二本樹顯理出席日本國會聽證會，係表示以佢所知最少有10幾個小傑尼斯被侵犯，情況比佢誇張嘅大有人在。自此呢一場風波越演越烈，喺6月5日鋼門卡，橋田康同埋二本樹顯理現身日本國會，將4萬人嘅聯署交俾6個政黨，呼籲修改現時當地嘅兒童虐待防止法。同一日，因為喺自己主持嘅新聞節目 News Hero 封口避談事件而被批評嘅櫻井翔打破3星期嘅沉默，首度開腔談及事件。佢表示因為係 J 家旗下藝人，好難發表任何嘅評論。佢只係想表達有人因為被揣測而受到傷害，期間一度講到眼濕濕。喺6月12日，事件亦都驚動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佢喺眾議院決選行政監視委員會上邊表示，政府將召開相關對策會議。喺6月20日，第4位願意出面指控強尼喜多村性侵嘅受害者現身，佢係前小傑尼斯成員中村一也。喺當時，佢有同媽媽透露過自己被性侵嘅情況，但媽媽幾經思量之後，覺得呢件事唔光彩，放棄提告。此外，日本媒體當然冇放過 J 家啦。特別係天敵週刊文春自 BBC 紀錄片播出之後，每一期都會追住 J 家嚟打，不停爆料。衰鬼啊！比較爆炸嘅一單啦，就喺6月份，一位自稱 X 先生嘅前 J 家經理人受訪，喺90年代初期加入 J 家，當時大約20歲左右。佢就透露，由於自己長期同一班男偶像相處，個心態變得扭曲。佢嘅手法呢，就係俾甜頭10幾歲嘅小傑尼斯，例如帶佢哋去東京迪士尼玩，俾零用錢佢哋，再用說話一步步誘導佢哋，其實同男仔喺埋一齊更好啦。跟住落去就無謂講啦，俾佢迫害嘅小傑尼斯大約6個。其後有一次，一位男藝人鬧佢做得太過分啦，佢先恍然大悟收手。屌，等你成世人都係咁噶你。就呢一件事 ，J 家嘅回應呢，就係 X 先生的確曾經係 J 家嘅職員，但公司呢就對報道內容完全唔知情，就會將單 case 交埋俾特別小組去進行調查噶啦。一個死好過2個死啊！最得人有我同你拜山嘛，老友冤有頭債有主。時間踏入7月份開始，核彈級嘅消息一個接一個轟炸 J 家，出面指控強尼喜多村嘅受害者大增，當中唔少係因為不忿藤島茉莉景子話對事件唔知情，擘大眼講大話，所以企出嚟。包括 Kiss My Foot 2初代成員飯田空平，當年佢就係因為長期被侵犯情緒崩潰而退團噶。退出娛樂圈多年，90年代組合忍者成員志賀泰生。直到而家諗起當年被侵犯嘅事，佢都會身體不適，需要睇心理醫生。原定係80年代組合南道夫組成員之一嘅土田一德，
佢就爆料喺18歲嘅時候喺宿舍逼強尼從後環抱時，唔小心用膝頭撞到強尼個肚，避過一劫。但之後呢，就俾強尼掟咗入雪櫃，永不翻身啦。仲有已經離世嘅 Four Lips 成員北宮次，佢喺1988年出版咗一本叫做《自干 Genji》嘅書，將自己當年被侵犯嘅經歷寫成自傳。由於呢本爆料書冇提出相關嘅證據，主流媒體因為驚咗被 J 家封殺而全體禁聲。你係咪一啲聽無都唔俾我啊？最近北宮次喺1989年發行《自干 Genji》嘅影像版喺網絡度流傳。北宮次喺片中道出一個做 J 家藝人面對嘅現實，就係你唔聽強尼講，冇可能出道。另一方面，事件喺國際線有重大嘅突破，得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高度重視，派出工商業與人權工作小組喺7月24日抵達日本進行調查。調查亦非常之有效率，喺8月4日，工作小組喺東京召開咗記者會，報告指最少有幾百個 J 家藝人捲入今次嘅風波，同時指出根據受害者嘅描述，日本媒體過去幾十年有份去協助掩蓋呢一單嘅醜聞。同一由7位前 J 家藝人組成嘅傑尼斯性加害問題當事人之會，會長平本淳也睇直播時淚奔當場，話用咗30年終於得到平反畫面，真係睇到人心噏啊！而接力召開記者會嘅當事人之會就讚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工作小組有聽到受害人嘅訴求。副代表石丸治門就批評呢一宗係人類史上最惡劣嘅性虐待事件。當然凡事都有兩面嘅，有人批評亦都有衝出嚟撐，我哋當然都要睇下佢哋嘅睇法啦。當中撐強尼派嘅表者呢，就有代美夫人同埋山下達郎。結果都係大嫌上俾人鬧到反艇嘅。代美夫人就喺7月喺 X 度連發咗幾條貼文，主張恩將仇報論同埋呢個家事論。佢自認啦就非常了解強尼喜多川呢個人，讚揚佢對日語界超過半世紀嘅貢獻。而家人都走咗啦，俾人代成過街老鼠，係對偉大嘅強尼一種褻瀆。佢形容強尼喜多川對旗下嘅藝人視如己出，充滿愛心咁照顧佢哋。成日喺度對住你笑，笑到你嘅身都汗。更加舉例啊，一車便當逐間派去每個化妝坊俾藝人食，感覺好似領你嘢喎。係？仲質疑受害人點解而家先走出嚟控訴呢？唔係當時提控呢？而家社長都道咗歉啦，唔應該咬住唔放嘅。代美夫人亦都插爆 J 家資深藝人東山紀之，因為東山呢就讚過受害者企出嚟好有勇氣，同埋提出要廢咗傑尼斯呢個名，咁佢就鬧爆佢係恩將仇報。另外佢亦都認為呢件事全日本都知啦，而家受害者將件事鬧上聯合國嘅行為簡直係可恥啊！作為日本人覺得非常之嘆息。代美夫人嘅言論一出，絕大多數人都 O 晒嘴啊！喂，大佬啊，你唔好咁黐線啦！佢俾人批評嘅位實在多到我都唔一一節錄啦，基本上都係一句 KO 嘅，就係同佢講話：如果你個仔有同樣嘅遭遇，你講得出呢啲嘢咩？你大對腳喺下邊穿晒崩，你當我死嘅咩？真係！元老級音樂人山下達郎就仲大鑊，佢呢就係強尼喜多川嘅老友嚟嘅。關於事件呢，佢就話冇聽過呢一類嘅傳言，對呢件事都冇咩嘢好講啦。冇嘢好講啊，不如直接行動啦喂！佢打識嘅 Smart Company 呢，就炒咗批評強尼喜多川同埋藤島末奈景子嘅音樂製作人松美結，就引起咗好大回響。咁佢亦都好威威咁喺廣播節目入邊批評松美結啊，係基於臆測去批評強尼喜多川嘅，仲公開挑機話如果有人覺得佢係向 J 家低頭嘅話，呢啲人一定唔需要佢嘅音樂。咁大批網民就表示收到你嘅建議啦，咁就發起罷聽山喜達郎歌曲行動。時間去到8月29日 ，J 家公布外部專家防止再發特別小組調查報告。特別小組訪談咗過百位受害者以及數十位 J 家相關人士，指出自1970年初至到2010年嘅中期，強尼喜多川長期性侵旗下藝人同工作人員。性侵藝人事件最早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嘅50、60年代。調查小組認為日本媒體選擇沉默，以及 J 家家族式經營缺乏管理體制造成悲劇嘅發生。
至於強尼喜多川之所以肆無忌憚長期性侵藝人嘅行為有4大原因：第一係強尼喜多川異常嘅性癖好；第二係姐姐藤島麻里太子包庇同隱瞞；第三係傑尼斯事務所不作為；而最後一點係受害者唔敢對抗當權者，選擇沉默。不少受害者亦表示接受會有優待，拒絕就會被冷待。亦指出藤島麻里太子同時任社長藤島茉莉影子對強尼喜多川嘅行為係知情噶。特別小組亦都建議 J 家必須承認事實，向受害者衷心道歉，建立適當嘅受害者救濟同補償制度。喺 J 家嘅改革建議上，首要係避免家族經營帶嚟嘅弊端，點樣藤島茉莉太子必須卸任。調查報告出爐1星期之後，喺9月7日傑尼斯事務所召開記者會，由時任社長藤島茉莉景子、藝人東山紀之、藝人兼傑尼斯島嶼社長井之原快彥同埋顧問律師木木田裕4人代表出席。藤島茉莉景子率先發言，代表 J 家首次承認強尼喜多川性侵嘅事實，並向公眾同粉絲謝罪道歉。藤島茉莉景子同時接受特別小組嘅建議，同副社長白波賴傑一齊承擔責任辭任職務，由 J 家嘅藝人東山紀之接任社長。接任社長嘅東山就宣布年內退出娛樂圈，用餘生嚟處理問題，重建 J 家。此外，因為 J 家以強尼嚟命名，公司名就非常之敏感啦。開記者會之前已經有傳媒改名嘅，但當時 J 家表示呢一個名亦都代表咗旗下嘅藝人同埋工作人員多年嘅心血，未有改名嘅打算。承認同唔承認存在根本性嘅絕對差別，就喺 J 家承認強尼喜多川罪行後，無論廣告商同電視台都開始前後腳割席，短短1個月時間就有日本麥當勞、花王、日本生命、日產汽車、第一三共 Heavy Care、伊藤火腿、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朝日啤酒、Suntory、久光製藥、Mos Burger、明治、日本航空等等等等等。受影響嘅藝人就包括木村拓哉、義宮和也、秦本潤等最少7對男團、19個藝人。據日本市場調查公司第個 Data Bank 調查，65間上市公司就已經有33間宣布棄用 J 家藝人。日本6大電視台方面態度就冇咁堅決啦，喺 J 家記招後各自發聲明譴責事件無法原諒，同埋要求 J 家改名。當中淨係得 NHK 表示會重新檢討會唔會棄用 J 家嘅藝人。去到9月27日 ，NHK 會長島葉賢雄率先亮劍，宣布即日起唔會再邀請 J 家藝人參與任何新演出，包括非常有代表性嘅年度音樂節目《紅白歌合戰》。隔日，東京電視台社長石川一郎半跟隊表示會暫停邀請 J 家藝人參演新節目。除咗企業同埋電視台，日本傳媒同政府亦代表大家。每日新聞出版社旗下雜誌新地每日就表示唔會再棄用 J 家藝人做封面。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表示唔打算同 J 家簽新合約啦。愛知縣嘅知事大川秀章就表示唔會棄用 J 家藝人啦，亦都會全數刪除愛知縣觀光文化大使 A.B.C.Z 成員河合郁人嘅相同埋影片。當然，以上提過嘅其實一律都有包底嘅，說話就冇講到太盡，都係觀察 J 家新政策同埋實施情況，再判斷點樣做。哇，講到我離胎抽筋，終於嚟到 J 家故事嘅大結局啦！喺10月2日 ，J 家再次召開記者會，公布未來經營方針。想知道 J 家未來佈局呢？你冇可能唔睇埋落去啦。當日出席嘅高層有社長東山紀之同井之原快彥。而持有 J 家100% 股份嘅前社長藤島茉莉景子係未有出席噶，但睇出場陣容，加上一早放風話會改名，都 feel 到擺到明係同強尼家族割席噶啦。叫話呢份人無情無義，佢話我唔好黐埋呢度啊！我認為記者會重點有2點，第一點就係 J 家收檔寫入歷史。社長東山紀之宣布正式解散傑尼斯事務所 ，J 家將會10月17日改名叫做 Smile Up， 專心處理性侵受害者嘅賠償，唔會再進行藝人管理嘅業務。根據第三方受害者救濟委員會嘅公布，暫時收到478位受害者嘅申請，當中325位要求索償。東山預計最快11月就會開始課稅賠償噶啦。
到所有嘅賠償結束之後呢 SmileUp 亦即係前傑尼斯事務所歷史任務正式完成，將會解散噶啦。東山紀之等人喺記者會上面呢，就不斷用解體啊、唔留下強尼喜多川任何痕跡等等措辭，去強調新方向要同強尼家族嘅切割，邁向新未來吧啦。對傑尼斯嘅切割呢，亦都非常之徹底噶。團名帶有傑尼斯字眼，好似傑尼斯 JR 啦、關八啦，亦都改名再出發。而新團名呢，就交翻去隊員自己商量。最新消息呢，就有關西傑尼斯宣布新團名叫做 West。第二點呢，就係宣布1個月內成立一間新嘅廣告代理公司。公司嘅社長呢，就係東山紀之，井之言快彥呢，就做副社長。東山就表明啦，新公司呢係藤島家族係唔會打半出資嘅，亦都唔會加入董事會。而公司名呢，就喺會員制嘅 J 家粉絲俱樂部度公開招募緊。經營模式方面將會大改，現行 J 家所屬嘅藝人將會獨立成立事務所，可以自由選擇同新公司簽約或者係解約嘅。一改以往 J 家上至下經理人管理嘅方式，變成代理人嘅方式幫藝人接 job 啊、形象管理等等。而未紅嘅年輕藝人呢，就可以選擇非代理形式簽約，直接成為新公司嘅旗下藝人。根據東山講法，新制就可以令藝人唔使綁約，可以因應演藝活動方向自由選擇。咁藝人對新制又有乜睇法呢？喺記者會完咗唔夠2個鐘頭，原 V6 成員岡田准一就即刻宣布喺11月30日將會退出留咗28年嘅 J 家，將會成立個人事務所繼續藝能活動。據岡田喺公告嘅講法啦，佢離開 J 家原因呢，就係因為強尼喜多川嘅醜聞，佢唔希望呢一件事令到粉絲覺得痛苦，亦都唔希望同佢共事嘅相關人員因為呢一件事帶嚟困擾。最新嘅消息就係二宮和也宣布退出 J 家，將來會以個人名義進行活動。佢話做出呢個決定嘅原因就係自己演藝活動受到公司嘅醜聞所影響，而且對新公司嘅運營模式非常之在意，投下咗不信任嘅一票。表示當男重啟活動嘅時候，佢會作為男嘅成員一齊活動嘅。而其他大部分 J 家藝人對新公司嘅睇法都非常之統一噶，就係非常之憂慮，因為佢哋對新公司嘅認知只係一知半解。嗱，呢度啲英文咧，我就冚唪唥都識，就唔知點解，你講我聽。關西傑尼斯嘅中間純太喺 MBS 嘅節目講得都好白下啦，即使向佢解釋何謂代理合約，佢都睇唔明。唔係啩？吓？咩話？做咩啊？佢認為東山紀之同埋井之原快彥喺管理方面係外行人，除非可以好清晰向佢哋展示新公司嘅運作系統，否則團隊會覺得好擔心。喺二宮和也為中心嘅 YouTube 節目 Janino Channel 喺10月4日更新嘅一集入邊呢，二宮和也就半開玩笑聊中丸雄一、山田孝介同埋谷川豐磨4個開一間新公司。山田涼介就爆料新公司有好多部分佢哋根本就唔清楚，有好多嘢佢哋都唔知，所以係非常擔心噶。二宮和也亦都和應啦，爆響口話其實男都覺得非常之擔心。而谷川豐磨呢就舉例，到底係要一個人開一間公司啊，定係所屬嘅團隊開一間公司啊？又或者好似呢個 channel 咁都要開一間公司呢？比較少嘢講嘅中丸雄一啦，就話佢100% 唔知道乜嘢叫做代理合約。芸芸眾多 J 家藝人當中，回應得比較全面同埋清晰呢，就一定係櫻井翔啦。佢喺 New Zero 節目入邊就透露，喺記者會之前，公司有同男5位成員解釋新公司嘅管理方式。櫻井就形容公司嘅講解呢，只限於框架，而細節方面呢，仲制定緊。佢認為新形式喺藝人嘅自由度同選擇增加，同時藝人自己嘅自身責任亦都有所增加。喺呢一方面呢，係覺得有疑慮噶。就另一位主播問到有關簽約係新公司同櫻井個人公司簽約啦，略話係同男嘅公司簽約呢，呢方面櫻井係答唔到噶。佢只係透露會將所有可能性放喺台面，仔細去考慮，亦都透露最近同其他成員係密切聯繫，會5個人一齊商量思考前路。
最後講講九叔嘅總結啦，呢一單風波呢，燃燒咗足足大半年。日本坊間嘅睇法普遍針對強尼生前性侵嘅惡行之餘，同樣令大家憤慨嘅係強尼家族長期經營形成嘅霸權，利用佢哋強大勢力影響力令傳媒噤聲。另一方面啦，民眾其實都普遍同情 J 家藝人被無辜牽連，冇咗廣告合約同埋演出機會。喺廣告商唔割席唔知痛嘅情況下啦，不停擠牙膏嘅 J 家，徹底同強尼家族各乾各淨嘅關係，可以話係必然要做嘅第一件事。喂，先生，你兩個識啫喎，我唔識你喎，教主走先。哇，你玩到咁準你！最起碼 J 家宣布解散唔使一日就有企業出嚟表態撐啦。T&G 呢就發公告宣布同 J 家4位藝人廣告合約已經結束咗，但係根據公布嘅各種措施去判斷呢，決定同旗下4位藝人山田斗真、谷川豐磨、西田大悟同埋道之俊有續約噶，只係形式唔同咗，簽約呢就唔係同 J 家簽啦，而係同藝人直接簽約，咁都可以話係釋出一個收貨嘅信號。新公司將公司同藝人切割開，以代理身份再出發，暫時睇不失為一張安全牌嚟嘅。首先喺強尼家族影響力漸漸退色嘅大環境下，將所有雞蛋唔再放喺同一個籃嘅做法係非常之合理。難保往後再有 N 年前 J 家黑材料都唔會好似今次事件咁一鑊熟啦。而往後某某藝人如果有驚天大醜聞，亦都唔會燒到間公司。估計最多都係背後教路，將個波踢返俾藝人嘅私人事務所自行去拆彈，亦即係英井祥所講令佢充滿疑慮嘅其中一個點。藝人需要負上更多嘅責任。公關做得唔好，食屎㗎啦！咁樣講法係咪新公司就冇隱憂呢？個人認為隱憂其實係非常之大㗎。喺記者會上邊，東山就不斷強調斬斷61年家族式經營，實牙實齒話世上再冇傑尼斯呢類論調去滅火。但關於新 J 家嘅營運細節，有幾多舊 J 家嘅資產會轉移去新公司呢？喺記者會上根本係完全冇交代過㗎。咁新公司嘅啟動資金來源呢？每年有成幾百億日元利潤嘅 Fans Club由邊一間公司嘅經營呢？歌曲版權費等等又歸邊一間公司代呢？藝人同組合成立獨立事務所嘅錢又從何來呢？當中所涉及嘅龐大投資額同日常營運成本，背後真係唔涉及舊 J 家出錢打本，將所有心血白白咁送俾東山照之同井之源化煙，係咪講得通呢？我係中益佐敦站嗰啲市民啊，你吹到我脹咩？你咁我創意，我吹你唔脹。因為 J 家係一間非上市嘅私人公司，財務狀況呢就並唔透明噶。我能夠揾到嘅有限資訊就係一間民間調查組織去估算 J 家現有嘅資產，亦即係藤島茉莉景子嘅資產大概有1000億日元。據日本法律專家評估啦，根據過往相類似嘅性侵案例，每一位索償人能夠索取嘅賠償額呢，大概由300萬日元至到1000萬日元左右。就假設每個人賠1000萬日元啦，有500個索償人，賠償嘅封頂總數呢，只不過50億日元。雖然都係一筆巨款嚟噶啦，但係對於藤島茉莉景子荷包深度而言呢，根本可以話係不痛不癢噶。日本有小道消息亦都傳緊阿拉斯下年會重聚搞出道25週年演唱會，涉及幾百億日元嘅收益啦，其實係歸於藤島茉莉景子擔任代表董事嘅唱片公司。單單喺呢件事上，大家都係睇到啦，要完完全全撇清同強尼家族嘅關係，可以話係冇乜可能。而且強尼家族亦都係有足夠嘅財力同埋經驗去支持新公司東山再起。個人判斷只係用乜嘅形式去洗白白背後運作咁解嘅啫。好明白你嘅心情，但我都係唔會放嘅。咁我哋喺藝人嘅角度方面去睇啦，最大誘因啦，咁一定係錢啦。咁東山照之就講過，因為被事件影響，未來1年藝人嘅演出費呢係全數唔抽佣，係入藝人袋㗎。咁喺呢方面絕對吸引啦。做得 J 家藝人日常工作已經係非常忙，並唔係每一個藝人都會有閒餘嘅心力同埋時間去管理私人事務所嘅運營，分分鐘可能要真金白銀自己科稅請人營運管理。所以我判斷啦，新公司所講嘅代理形式經營呢，只係口講嘅啫。
實際運作好可能都係沿用翻舊 J 家嘅方式，只係俾咗一啲彈性同埋自主性一啲紅咗藝人去過渡呢幾年比較艱難嘅時期。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裏，東山記者會講明，未紅嘅年輕藝人可以選擇非代理形式簽約，直接成為新公司嘅旗下藝人。非代理咪即係舊 J 家上至下嗰套咯。咁當然呢一班人真正出道嘅時候，就真正係搣甩 J 家呢一個名嘅藝人啦，先係新公司真正嘅未來同埋新搖錢樹。好啦，要大概交代嘅都大概差唔多啦。正所謂人衰行路呢就打倒褪嘅。喺事件叫做有所好轉嘅時候呢， J 家就俾傳媒踢爆開記者會當日存在記者黑名單。名單上邊呢，有6位記者有相有名就列為 NG 記者，另外有6位記者就列為候補記者。日本媒體有合理理由係質疑 J 家喺所謂嘅自由問答環節入邊度造馬，因為都牽涉誠信同埋新聞自由嘅問題，呢件事係鬧到非常之大噶。而負責當日記者會流程安排嘅 FTI Consultant 啦，就承認咗名單呢就係由佢哋製作嘅。當日分派俾管理人員嘅目的呢，只係為咗記者會嘅過程能夠順利同埋流暢咁進行。而 J 家嘅回應啦，就係對記者黑名單係完全唔知情噶，亦都冇參與名單嘅製作。呢一單嘢真係可以話係未出閘已經脫噶，直頭令我覺得東山搭井之源呢一個組合真係幾廢下。條友真係唔識噶喎！喺風頭火勢之下，根本係冇可能會流出一張有相有樣記者名單出嚟嘅，連開個記者會都搞唔掂。新公司我就真係唔多睇好啦。最後送張相俾大家，呢一張呢就係一眾傑尼斯藝人出席強尼喜多川喪禮嘅大合照。網上邊就好多人用少年藏不住的微笑嚟形容呢一張相，唔知大家又會點樣解讀呢？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下條片見，拜拜。